好的，我们继续讲李郭交兵的第3部分。李傕和郭汜，也是两个乱臣贼子。上次讲到了第80页啊，汉献帝和皇后听说李傕和郭汜马上就要逼近洛阳了，准备逃跑呀，向山东方向逃跑。那个时候曹操在山东方向，皇帝和皇后上了车，出了洛阳，还没有走到1里路，看到城头蔽日啊，灰尘四起啊，无数人马就像潮水一般涌过来，皇帝和皇后吓得浑身发抖啊，于是李傕和郭汜已经来了，吓得不行。正在这个慌乱的时候呢，没想到他们派到山东的那个使臣呢，就骑着马就赶快跑过来了，说啊，这是曹将军尽起山东之兵，应召前来呀。汉献帝一听啊，原来是曹操来了，这个就放下心了。然后呢，没多久啊，大部队都来了，为首的是夏侯惇啊、许褚、典韦3员大将啊，到车前面就参见汉献帝了，参见皇帝了。没过多久呢，这个其他的部将啊，什么曹洪啊、李典呐、乐进呐，带着部队都赶过来了。曹洪说啊，我们陈兄就是曹操啊，得知道贼兵马上就到了，害怕我们的先锋官夏侯惇独立难支啊，所以又派我们赶来协助了。汉献帝一听啊，还使劲的称赞曹操啊。没多久呢，这个李傕和郭汜的人马也赶到了，夏侯惇呢就跟曹洪分为2翼，开始打起来了。这个曹操那边的兵呢，都是相当于是职业军人的，李傕和郭汜的部下都是些抢来的老百姓，那都是临时充军的，根本就打不赢他们曹操的兵队啊，一下子就四散溃逃了。然后呢，夏侯惇呢就请这个汉献帝还是回到洛阳吧，不要再往东逃跑了啊。第2天曹操大队人马都来了，汉献帝就又给他封官了，给曹操封官了，秦王有功啊。李傕和郭汜啊，第一仗打败了，还想着说，这个曹操虽然是赢了第一仗，但是他远道而来，打算就跟他决战了。贾诩这个说，曹操兵精将勇啊，难以抵敌，不如投降了他，请求赦免罪过。贾诩这个时候就已经想投降曹操了，结果这个李傕气得要死啊，要把贾诩杀了。众将就开始劝阻他。贾诩那时候在李傕的手下也出了不少主意呢，好主意呢。贾诩就很气，想着我跟你出了这么多好主意，你竟然还想杀我，就一个人就逃跑了。他逃跑呢，他也不去直接投降曹操，他投降张继去了。第2天，李傕就派了他的侄儿，这个叫李先、李别，来跟曹操挑战啊，这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啊。许褚上来啊，许褚就冲出来，一刀就把这个李先杀了。李别吓得从马上掉下来，结果许褚一刀也把他也杀了，2个人头。曹操满心喜悦啊，这个许褚啊真是一员猛将啊，真是我的樊哙啊。他的意思是他自己是刘邦啊，是皇帝啊，汉朝的皇帝啊，当年的汉朝开国刘邦。然后呢，曹操又让这个夏侯惇从右面出击，曹仁从左面出击啊，自己从中军冲击
三军一起冲杀过去。李傕郭汜肯定是大兵啊，真的是哪里见过这样的军队啊！带着西凉兵呢，乱窜乱逃，投降的不计其数。李傕郭汜没办法，逃命了，到山中落草去了。他是当初听了贾诩的话，可能还能得个小官玩，当个小官。然后呢，曹操大胜归来啊，还是驻扎在洛阳城外啊。有一天，汉献帝就派人来宣曹操进攻义士。曹操一问，这个是董昭，然后就跟他行礼早就听说你的大名了，今天是幸会呀。然后他再设宴招待这个董昭，然后又请了荀彧这些谋士作陪。军师来报，一队人马拔寨往东去了，不知道是谁呀。然后董昭说，这个是杨奉、韩先因为你曹操来了，他们没办法去控制大权了，他们就只好走了。这些无谋之辈，民公何必担忧呢？董昭跟他出谋划策了。董昭说，这个问起朝廷大事了，让他出点主意呀。董昭说，你呢来帮助皇帝除灭暴乱，这是莫大的功绩。但是呢，朝中有很多大臣，他们都各有打算未必服从明公留在这里恐有不便。只有迁都许昌，就是那时候叫许都，是一个上策。他让他迁都曹操一听还是比较高兴的。我早有此意他也学董卓一样的，那时候董卓迁到长安去，他现在是迁都到许都。然后主意打好了，曹操就来见汉献帝了，就要求这个迁都。汉献帝不敢不从众大臣也都害怕曹操的势力这个也没办法反对然后挑了一个良辰吉日，就迁到许都去了。曹操就带领人马一路护送。没想到这个刚刚走了2天，前面这个喊声大起，杨奉、徐晃带着一支人马拦住去路了。曹操出马一看，徐晃，这个这员将领不错，肯定是想收归己用然后他就让这个许褚出马跟这个徐晃打起来了。两个人一个用刀，一个使斧打了50多个回合，不分胜败曹操这个营里头突然鸣金收兵了许褚就回去了，一个拿刀，一个拿斧，画的都很漂亮安营扎寨以后，曹操就跟很多谋士就说了，这个徐晃是一员猛将我不忍心让许褚跟他硬拼想个办法把他收降过来才最好呀。这时候有个行军从事叫满宠，他说我跟徐晃有过一面之交算是认识他我今天去劝他来降当天晚上，这个满宠呢就穿了一身小兵的衣服混到这个徐晃的营里头，悄悄地走到这个徐晃的帐前，看到这个烛光下面呢，徐晃披着盔甲坐在那里。然后满宠呢就跑到这个徐晃面前了，跟他打招呼。徐晃吃了一惊仔细一看才认出是满宠，他跟满宠确实还认识，就请他坐下了，询问他来意。满宠就很惋惜的口气说，将军还是很有勇略之人怎么能屈身在杨奉的手下呢？杨奉又不是什么大人物，不是什么英雄徐晃听了以后低头不语满宠就开始劝他投降曹操了，
说曹将军十分敬重你啊，不愿意许褚跟你决一死战。明天，你要不再打的时候，直接投降我们曹操算了。然后徐晃想了半天说：“我也知道杨凤也不是什么英雄，成不了什么大事，只不过我已经跟从了他呢，不忍心离开。”满宠呢再三劝说，徐晃终于答应了。徐晃就当天晚上，这个带了帐下10余名骑兵，连夜来投奔曹操了。杨凤听了以后，马上带了1000多个骑兵前来追赶。徐晃，反贼休走！没想到正在追赶的时候，一声炮响，山上山下火把齐鸣啊，伏兵四处。曹操呢，亲自率领了一个部队拦住去路，不准放走杨凤啊！杨凤没想到啊，还中了伏兵啊！想退兵的时候呢，又被曹操呢就是团团围住了。打了半天，杨凤拼死杀出重围啊！他手下的兵士已经大半都投降了曹操了，他只好去收拾残兵，投奔袁术去了。曹操又打了个大胜仗，又得了徐晃这名猛将，心里头十分高兴啊！然后开始起驾，继续往许都进发。刚刚到许都啊，李傕和郭汜的部将段威、武袭来参见曹操，把他们的人头都带来啊，说这个肯定是觉得他们俩也没啥用，还不如投降了曹操，用这个做见面礼了。曹操大喜啊，然后重赏2人啊，李傕和郭汜这个之乱就结束了，2人都死了。然后呢，曹操就在这个许昌盖建了这个宫殿，修建了城郭府库啊，自封为大将军武平侯啊。从此呢，曹操又开始把持朝政大权了啊。这个汉朝这个整个不停的被不同的大臣权臣把持朝廷大权。董卓完了是李傕郭汜，李傕郭汜完了又是曹操，很悲惨的汉献帝啊。如果大家对后面的故事还有兴趣，可以继续关注我频道。我们下一节要讲小霸王孙策了，这都是我们三国里头东吴那一片的事情了。孙坚死了以后啊，孙坚的长子孙策的事情。好的，今天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